剑妈现身剑气长城，问责老大剑仙陈清都。陈清都初次揭露人族修士崛起的秘辛。陈平安刚在剑气长城过完第一个新年，没想到剑气长城的城头之上就迎来了一位身穿白衣、身材极其高大的女子。这位女子正是与陈平安分别许久的剑妈。剑妈率先见到了陈清都，陈清都破天荒流露出一种极其沉重的缅怀神色。然后陈清都好奇地询问剑妈怎么会来到剑气长城，然而剑妈的回答却直接把陈清都都给惊呆了。只见剑妈淡然地回道：“她这一趟来的目的是要见她的主人，所以剑妈让陈清都给滚远点。要知道陈清都可是能比肩三教最强大佬的人物，天下间又有谁胆敢对他陈清都不敬？”可陈清都面对剑妈的发怒却是半点不恼。而剑妈作为世间最为独特的存在，她本就受到儒家圣人的关注，不能轻易离开离珠洞天，就更别说来到浩然天下之外的剑气长城了。随即陈清都便猜测到了剑妈的出现是因为文胜在背后相助。陈清都也的确没有猜错，剑妈就是被文胜给请来剑气长城的。先前文胜带着文庙的重任来到剑气长城找陈清都借人，希望在剑气长城城破之前，陈清都能放行3位巅峰剑仙去往浩然天下，以备抵御妖族。可陈清都却直接拒绝了文胜，于是离开剑气长城的文胜便去往了离珠洞天请剑妈出面。剑妈和陈清都可是旧相识，加上文胜还是有些担心陈平安在剑气长城的安危，有剑妈出面，陈清都自然就会全力保全陈平安。再说剑妈出面还可以顺便帮他找陈清都要人，所以在文胜的担保护送之下，剑妈才会出现在剑气长城。而剑妈只是在剑气长城城头站立片刻，他便知道了一些兴许三教圣人诸多剑仙都无法获悉的秘辛。原来陈清都早已飞剑破碎，只剩阴神河到剑气长城。知道隐情的剑妈只是摇摇头，可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可有后悔？陈清都点头回道：如果只说他陈清都肯定是后悔颇多。当年人族修士登天一战时，陈清都之流的剑仙其实已经有路可走，当时他们这些剑修本来已经脱离了天庭的管束，天地无拘，甚至可以胜过大部分神灵。可陈清都当年依旧选择仗剑登高，哪怕因此生死道消也无悔，与那么多同道中人一同奋起于人间，问剑于天，死了的都不曾后悔。那么一个陈清都后悔不后悔的不重要。回答完后，陈清都询问剑妈可曾后悔。其实数座天下间，除了屈指可数的一小撮人间大剑仙，都早已不知世间剑术推本溯源是得自于天。如今人间所有剑修所修行的剑术，正是源自剑妈传授而来。在那之后，才是万千种神通术法被起于人间的剑修登天一战，连同各路神灵一一劈落人间。最终这些术法被大地之上原本水深火热的人族所获，然后才有了修道登高，成了山上仙人。至此人族才从众多神灵饲养的傀儡，摇身一变成为了天下之主。那是一个极其漫长和苦难重重的岁月。陈清都便是人间最早被剑妈传授学剑之人之一，他是资历最老的开山剑修。只是在那场打得天崩地裂的大战后期，人族内部发生了一场分歧争执，剑修沦为刑徒，流徙至剑气长城，妖族被驱逐到蛮夷之地。浩然天下有了中土文庙，建造起9座雄镇楼，矗立于天地间。骑青牛的小道士远去清明天下，建造出白玉京的地基。佛祖脚踩莲花，在莲花天下佛光普照大地。而在剑妈传授人间剑术之后，剑术又一分为4，剑气长城陈清都是一脉，龙虎山天师是一脉，大玄都观道家剑仙是一脉，莲花佛国那边有一脉。这就是剑术道统极其隐蔽的万年传承，可早已不为世人熟知。哪怕是许多北距泸州的剑仙都不知其中渊源根脚，只能知道几座天下拥有4把仙剑，而这4脉剑术道统各有侧重。可如果只论杀力之大，当然是剑气长城陈清都这一脉当之无愧稳居首位。当初号称三教圣人之下的真无敌道老二，曾手持仙兵，脚踩世间最大的山字印来到浩然天下，要与那屹立于剑气长城之上的陈清都来一场竭尽全力的厮杀，以此来证明他道老二不光是道法高深，故而白玉京半数出自他手，并且他还要证明自己已经为天下剑术别开生面，开辟出了第5脉剑术道统。只是最后只大驾光临过浩然天下仅此一回的道老二，仍是没有选择出剑，只留下世间最大的山字印，便返回了清明天下，故此造就了道玄山的存在。因为道老二见过了便深知出剑便意味着死亡，正因为剑修所修剑术源自于剑妈，神道破灭可以说和剑妈有莫大的关联，因此陈清都所问的便是剑妈传授人族剑术可曾后悔。而对于陈清都的所问，剑妈沉默片刻，答非所问，反倒是开始问责陈清都。陈平安身上可是有剑妈所放置的3缕剑气，这一点了解剑妈的陈清都自然可以看出其根脚。然而当初陈平安长生桥被打断，陈平安第一次来到剑气长城时，陈清都本可以直接帮陈平安重塑长生桥，可陈清都却没有出手帮忙，反而把陈平安指向了东海老道人那边，这也致使陈平安重建长生桥的时间被延缓，陈平安练气的道路同样被耽误了几年。所以剑妈很生气，对此陈清都如实回答，他当初自然看出了陈平安身上剑气的端倪，只是他不敢置信罢了。
同时他也担心这是儒家的深远谋划，所以他当时才没有亲自帮陈平安重建长生桥。毕竟当初陈平安到达剑气长城时只是一个4进5夫，在陈清都眼中剑妈是何等的高高在上，何等的举世无匹，因此陈清都可不相信剑妈会选中一个只有地仙资质的陈平安，所以陈清都便故意视而不见，就是在等剑妈前来问责于他。陈清都这一生开窍之时，就是因为见了剑妈，所以陈清都希望将死之际他最后还能见剑妈一面。说完后，陈清都还在剑妈面前展示了他如今的剑术之高。陈清都仅仅只是伸出双指向前轻轻横抹，骤然之间极远处霎时就亮起一道剑气长河。剑妈看着这一幕，反问陈清都是不是在跟他显摆雕虫小技。陈清都笑道：岂敢。不过陈清都当然不是畏惧远远未曾达到剑道巅峰的剑妈，而是尊敬，是一种大过天地的尊敬。可话说回来，怕是不怕，但是岂会当真没有半点不担忧？因为在剑术老祖的剑妈面前，无论陈清都剑术再高，便永远不是最高。可面对陈清都的狡辩，剑妈才不认同。于是陈清都便取出了自身一些纯粹剑意给剑妈，让剑妈转交给陈平安作为赔礼。然后剑妈却是直接将陈清都的剑意随意捏碎，送的剑意剑妈可不要，但剑意这份赔礼还是不错的。所以剑妈便自己动手收集剑气长城中的剑意精华，于是整座剑气长城皆有粒粒金光开始凭空出现。这些剑意乃是剑气长城剑修之根本，如若被剑妈取走，将来对抗妖族只会难上加难。因此陈清都不免脸色微变，叹了口气。他真要出手阻拦剑妈也拦得住，可是代价太大，何况他真吃不准剑妈如今的脾气，那就只好使出杀手锏了。那么陈清都口中阻止剑妈的杀手锏又会是什么呢？剑妈生气，陈平安成为了挡箭牌。陈平安再见剑妈，惊呆了陈清都。现身剑气长城的剑妈有些生气，陈清都没有帮陈平安重建长生桥，所以剑妈便要动手收取剑气长城中的纯粹剑意来补偿陈平安。剑气长城和妖族大战了上万年，期间战死的剑仙不计其数，而这些剑仙陨落后，他们的剑意便流散在了剑气长城之中。这些先辈遗留下来的纯粹剑气可是剑气长城剑修之根本，如果被剑妈取走，对剑气长城将会很不利。陈清都见此便只好使出杀手锏来阻止剑妈，而陈清都所谓的杀手锏当然就是陈平安了。于是不知情刚喝完酒的陈平安就要回到宁府的时候，陈平安突然就被老大剑仙给扯到了剑妈的身前。看着身前久违的剑妈，陈平安刚开始满脸疑惑，然后惊喜万分的陈平安当即便轻声喊了一声神仙姐姐。而陈平安的突然出现，剑妈也是十分高兴的露出了笑脸，并且剑妈还直接放弃了收取剑意，然后一把抱住了陈平安。陈平安有些手足失措，张开双臂，他转过头望向陈清都，有些神色无辜。结果下一刻陈平安就被剑妈按住脑袋往身前一靠。陈清都看着这一幕直接就给惊呆了。要知道剑妈在陈清都印象中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目空一切的剑道师祖，然而剑妈面对陈平安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以至于陈清都使劲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眼睛，确定不是自己眼花给看错了。被按在身前的陈平安满脸涨红，好在剑妈及时松开了手。剑妈微微弯腰低头看着陈平安，笑眯起眼，柔声道：主人又长高了呀。接着剑妈本又要伸手抱住陈平安，可被陈平安轻轻给挣脱了。陈平安还是怕被宁瑶给瞧见误会了，不然他可就死定了。得知缘由的剑妈一脸凄苦，伸手捂住心口，难道就只在意宁瑶，不怕我先伤心死吗？对此陈平安不得不转移话题。陈平安笑容灿烂，伸手指向了蛮荒天下的3轮明月。这蛮荒天下悬空一共有3轮圆月，并且这座天下少了2轮明月也无妨，四季流转依旧，万物变化如常。所以陈平安就想着有没有可能在将来某一天将其斩落1轮圆月给带回家乡去，比如可以搁放在自家的莲藕福地之中。对此剑妈只是微笑道：如今还不成，但以后不难，毕竟如今剑妈的修为还没有完全恢复。而在一旁的陈清都看着两人都快要别扭死了，剑妈就斜眼看了下陈清都，陈清都便识趣的准备离去。只是离去之前，陈清都还随口说了句让陈平安尽管放心。陈清都说不会将这里发生的事情告诉给宁瑶。陈平安眼神清澈，表示他自己会主动给宁瑶交代的。剑妈站在陈平安身旁，依旧笑眯眯，不过剑妈却是直接传音给陈清都，让他快点滚。无奈的陈清都双手负后缓缓离去。随即剑妈对陈平安讲述了他这次来剑气长城的目的，是因为文胜担心陈平安的安危，还有就是关乎剑妈恢复修为的魔剑一事。当初离珠洞天由空坠地，洞天中一共发现了数座对剑修极为珍贵的斩龙牙，这几座斩龙牙分别被风雪庙和真武山以及阮琼所得。在经过这些年的磨剑，剑妈已经将洞天内属于风雪庙的一片斩龙牙给消耗完了。不过剑妈也没有以势压人，而是传授了一道剑术给风雪庙作为补偿。剑妈作为剑道师祖，她所传授的剑术自然非同一般，风雪庙自然是高兴无比。
接着剑妈就准备着手阮琼那一片斩龙牙了。阮琼比较聪明，主动献出了斩龙牙给剑妈。剑妈一高兴，也传授了一门铸剑术给阮琼。除此外，剑妈还告诉了陈平安一个消息，那就是阮琼所建立的龙泉剑宗即将就要搬出离珠洞天另选地址了。离珠洞天内虽然灵气比一般地界浓郁，但是洞天内的灵气还是很难支撑两座宗门的存在。如今陈平安已经建立了落魄山山门，落魄山开宗立派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加上陈平安背后还有剑妈这等大佬的存在，所以阮琼还是很看得开，直接提前就把龙泉剑宗给搬离离珠洞天。至于真武山那片斩龙牙，剑妈就没打算动用了。毕竟真武山内也是有着远古神灵转世大佬级人物，但剑妈并不是害怕对方，只是其中牵扯太多，剑妈不想给陈平安带来麻烦罢了。对此，陈平安告诉剑妈，总有一天在他身前，麻烦就只是麻烦而已。剑妈开心至极，弯弯绕绕，本以为陈平安会离他心目中的岔开千万里之遥，一旦如此就谈不上什么失望不失望，只是多少会有些遗憾。不曾想最后陈平安竟然反而恰好成了他心中想要的地剑人。于是剑妈笑着询问陈平安，主人如果能够一路登高，最后到底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陈平安毫不犹豫脱口而出，言之有理，行之有道，然后一剑递出天外，一拳下去，天下武夫只觉得苍天在上。而在见过了陈平安，剑妈还会与宁瑶见一面，那么宁瑶知道剑妈的存在后又会发生什么呢？剑妈初次在剑气长城和宁瑶相见，宁瑶竟吃起了剑妈的醋。在文胜的担保护送下，剑妈来到了剑气长城。在见到久别的陈平安后，剑妈发现如今陈平安已经成为她心中最适合的地剑人了，所以开心至极的剑妈就询问了陈平安登高后到底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陈平安毫不犹豫地回道，言之有理，行之有道，然后一剑递出天外，一拳下去，天下武夫只觉得苍天在上。当初崔成也曾对陈平安说过相似的话，这些话也正是崔成对陈平安的期许。虽然崔成并没有要求陈平安要做什么，但陈平安却坚定地表明了他不会辜负崔成的期望。可见陈平安习武练拳一事，崔成对陈平安的影响之大无法想象。对此剑妈叹息了一声，为何一定要为别人而活？陈平安摇摇头，他一直在为自己而活，只是走在路上会有牵挂，他得让一些敬重之人长久活在心中。人间记不住，那便由他来记住。如果有那机会，他还会让人重新将他们给记起来。由于剑妈身份特殊，不能在剑气长城待太长时间，所以两人聊着聊着也到了剑妈该离开的时候。不然还在道玄山等待剑妈的文胜可就要去文庙请罪了。临别前，剑妈握住陈平安的手笑道，我与主人生死与共万万年。同时剑妈还说到，这是两人之间的第二个约定。至于第一个约定，便是剑妈与陈平安定下的甲子之约。陈平安笑着点头，两人的约定他陈平安答应的，他都会做到。然后剑妈转头望向蛮荒天下，似乎看出了有人想害陈平安，那边好像还有几位老不死的故人。能被剑妈记住认识之人自然都是大佬级人物，但如果剑妈选择现身直面他们，那么这些人在今后的大战就不敢杀陈平安，最多就是让陈平安长生桥断去，重新来过，逼着他和陈平安走上一条老路。但陈平安不让剑妈现身，陈平安让剑妈尽管放心，他以后会多加小心。至于离开，他是不会走的，因为陈平安不是怕死之辈。剑妈对此很满意。若陈平安是一个谄媚于所谓的强者与权势之人，根本不配替他向天地出剑。好在陈平安是一个勇于向更强者出剑之人。人间万年之后，多少人的膝盖是软的，脊梁是弯的，不计其数。这些人真该看一看万年之前的人族先贤，他们是如何在苦难之中披荆斩棘，仗剑登高，只求一死为后世开道。之后剑妈开心离去，陈平安则是又被老大剑仙给丢回了宁府。然后陈平安便把宁瑶他们叫来，主动坦白。陈平安坦然将剑妈一事大致说了一遍，只说现况大概不涉及更多的渊源。纳兰夜行与白莲霜两位老人仿佛听天书一般面面相觑，毕竟剑妈可是闻所未闻仙剑孕育而生的真灵，况且还是与老大剑仙陈清都认识的旧时故友。相比之下，宁瑶就比较镇定，神色如常。然而就在这时，剑妈竟又突然出现，站在了陈平安身旁。剑妈环顾四周，最后望向宁瑶，宁瑶一挑眉，她也没想到剑妈竟还是一位漂亮的女子。剑妈凝视着宁瑶的眉心处，微笑道，有点意思，配得上我家主人。只因万年前有人仿造剑妈打造了4把仙剑，分别是白爷手中的太白、道老二的道藏以及中土龙虎山大天师的万法。至于最后一把名叫天真的仙剑，就存在于宁瑶的眉心之中。当初在离珠洞天陈平安被搬山元重伤，宁瑶正是想强行换出仙剑天真斩了搬山元，所以面对剑妈的言语，宁瑶当然知道剑妈指的是她眉心之处的仙剑，因此宁瑶不免对剑妈冷笑道，没有便配不上吗？配不配得上你说了可不算。陈平安眼观鼻，鼻观心，18般武艺全无用武之地，这会儿多说一个字都是错。好在接着剑妈笑着在陈清都的护送下真正离开了剑气长城，然后再到玄山等待的文胜继续帮忙为剑妈掩盖踪迹。两人一同返回宝瓶洲离珠洞天。而在两人远行的路上，文胜笑眯眯地询问剑妈剑气长城之行怎么样。其实文胜想问的是剑妈有没有帮他找陈清都要道人，结果剑妈却说起了宁瑶也不算是如何漂亮的女子啊，
文胜轻轻搓手，神色尴尬，直接询问了借人一事。剑妈这才说出了陈清都愿意放行3位剑仙来到浩然天下。剑妈的面子果然好使，这一下文胜在文庙那边也算是有了个交代。而在两人相谈的时候，文胜一直都是以前辈称呼剑妈，这不免让剑妈记起了文胜的账。要知道女子可是最忌讳被人给说老了。文胜一口一口的前辈叫着，可不是说明剑妈年纪很大了吗？虽然这也是实话，但剑妈听着可不乐意。不得不说这一点，文胜可没有陈平安上头。毕竟陈平安一口一口神仙姐姐叫着，谁听了不迷糊？而陈平安这边在剑妈走后，宁瑶虽然跟陈平安说了不生气，但陈平安可是感觉到宁瑶还是有些不对劲，所以无奈的陈平安便只好去往了酒铺喝酒解闷。之后宁瑶也来到了酒铺接陈平安回家，两人都没有言语，就这么走在了大街上。宁瑶率先开口询问陈平安怎么不说话，陈平安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复宁瑶，于是陈平安便学宁瑶的语气说了他说过的一句话：陈平安啊，你以后就算侥幸娶了媳妇，多半也是个缺心眼的。这可不就是说宁瑶是个缺心眼吗？宁瑶破天荒没有言语，沉默片刻，只是自顾自笑了起来，眯起一眼，向前抬起一手拇指与食指留出寸余距离，好像自言自语道：这么点喜欢也没有吗？宁瑶询问的当然是陈平安对剑妈的感觉，然而陈平安一听，突然嘴唇颤抖，沙哑地回复道：如果有一天他陈平安先走了，宁瑶怎么办？如果他们俩人还有了孩子，宁瑶和孩子俩又该怎么办？如今早已不是那个泥瓶像草鞋少年，更不是那个背着草药箩筐孩子的陈平安。莫名其妙，只是一想到这个就有些伤心，然后很伤心。不得不说陈平安是个高手啊，不仅成功转移了话题，还煽情成功。不过这也是陈平安的真心话，陈平安所表达的意思是在说他都已经想好了和宁瑶的将来了，也就是说宁瑶才是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人。同时陈平安也感知到了下一场大战他可能会被针对得很惨，甚至是可能会死的程度。毕竟陈平安在剑气长城所展现的实力和智谋已经引起了妖族的重视，加上剑妈先前对陈平安的提醒，所以陈平安明白他已经被妖族所针对了。陈平安婉拒老大剑仙成为登修，随着剑妈来到剑气长城，短暂和陈平安相聚离去后，陈平安也是更加明白了自己被妖族给盯上的事情。一想到今后可能会遭受妖族的特别针对而离开宁瑶，所以陈平安便和宁瑶来了一段深情的告白。被告白的宁瑶当然明白陈平安的担忧，因此在这之后，陈平安和宁瑶对于修行仪式就更加认真了，因为他们现在能为彼此做的便只有提升修为，尽量让对方安心。而其实老大剑仙陈清都也深知陈平安在剑气长城的危险，加上剑妈的出现，让陈清都更加清楚了陈平安和剑妈两人的关系。作为剑道始祖的剑妈，对于陈清都甚至是整个人族几乎有再造之恩，所以就算剑妈不开口，陈清都也会为了这份恩情为剑妈保护陈平安。于是先前老大剑仙在把陈平安给丢回宁府之前，陈清都就曾询问了陈平安要不要留下一盏本命灯。如此一来，就算陈平安今后在和妖族的对战中身死，也能借着留下的本命灯重新复活，陈平安就相当于多了一条命。只是借本命灯复活，说到底还是有后遗症，那就是会伤及一个修士的大道根本。再就是点燃本命灯的步骤比较熬人，寻常修士是肯定吃不住这份苦楚的。还有就是点燃本命灯极为耗钱，毕竟灯芯是由仙家秘术打造，每天燃烧的都是神仙钱，故而本命灯一物在浩然天下也只有家底深厚的宗字头仙家才能够为祖师堂最重要的嫡传弟子点燃。再加之凭借本命灯重塑真身并不是100%成功，哪怕就算成功了，以后大道的成就都会大打折扣，故而打造本命灯一事就真的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山上宗门的修道之人应对一个个万一的无奈之举。可不管如何，这总好过修士兵解离世魂飞魄散。对此陈平安自然是拒绝了老大剑仙的好意。虽然点燃本命灯之法可留下一命，但这其中的诸多弊端却是陈平安不能接受的。如果陈平安真的留下了本命灯，就算复活了，也将会永远都成不了保护宁瑶的那个人，甚至更是难以完成出剑帮剑妈替己做天下问话的约定。故而陈平安还是先不想这些旁门之法，老老实实提升保命手段才是正道。不过说起本命灯，很多人都会想起被读者们戏称为灯修的怀钱。当初在北距泸州，陈平安进入孙道人师弟的秘境寻宝，来自中土石人怀家老祖之孙的怀钱也进入了秘境。进入秘境的怀钱仗着自己老祖威名，不仅要收服孙道人师弟的剑气，还要带着秘境中的大妖回到中土神州。可奈何怀钱碰到了孙怀忠，怀钱因此装13不成反被赶。而孙道人杀怀钱的时候，就曾问了怀钱是否点燃了本命灯。以怀钱的身世，极大可能在家中点燃了本命灯，因此以灯复活的怀钱也被大家戏称为灯修。再说陈平安加紧修炼的时候，还开始收集第4件本命物炼化所需的天材地宝。现在有了宁瑶家的2位长辈，陈平安倒也不需要在这些事上耗费太多时间。不过修炼的同时，陈平安也没有忘记赚取神仙钱的机会。宁瑶的朋友燕卓要开绸缎铺子，陈平安就入股出主意并绸缎送印章，所送印章皆是由陈平安亲自刻画寓意好的名言金句。这其中除了本身是个精彩的促销手段之外，其实还隐含深意。陈平安可以借此找到新的教化突破口。酒铺外的小学塾是针对小孩的，
现在绸缎铺子则是以成人为主，借印章让剑气长城的人们认识到文字的美好与文字中包含的力量，以此逐渐打下教化的基础。除此外，陈平安仍保持着前往城头让师兄左右教导练剑。虽然师兄依旧傲娇，但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对陈平安认可的左右还是逐渐对陈平安亲近了起来。左右不仅对陈平安练剑下手变轻了，有时候还会询问陈平安酒铺生意如何。想来师兄弟二人最终会亲密无间。而就在陈平安专心修炼的时候，剑气长城又来了一波中土神州的天才少年。这些人因为亲近亚圣一脉，将会挑衅来自文圣一脉的陈平安。那么陈平安面对他们的挑衅又将如何应对呢？陈平安炼化的第4件本命物来历有多大呢？随着文圣来剑气长城见过了左右和陈平安后，左右对小师弟陈平安的态度就愈发的亲近了起来。而就在陈平安努力修炼的时候，剑气长城又来了一波从中土神州而来历练的年轻天才修士。以剑气长城的老规矩，只要是有浩然天下的年轻人来此历练，都必须得接受剑气长城同龄人的3次挑战。但是这3关由谁来负责出战也是有讲究的。如今剑气长城年轻1倍大的山头一共有3座，宁瑶与其朋友们是1座，然后就是宁瑶之下最强之一的奇兽的1座，再就是隐关一脉庞元己也有1座。针对于外乡前来历练的年轻天才，剑气长城也有些不成文的规矩讲究，就比如从中土神州而来的天之骄子，都是由奇兽与朋友们负责出战。宁瑶这座小山头则不太喜欢这套，偶尔只有陈三秋会露面凑个热闹，算是帮着宁瑶他们这个小团体出个代表，不然总是没人去应战可不像话。不过这10多年来，陈三秋总共也就出手了2次，宁瑶更是从未参和过这些小打小闹。只是先前针对陈平安的奇兽已经让陈平安给打得灰头土脸，甚至就连庞元吉也没能逃过一劫，一时间他们也就没有脸面接连再次出面迎战了。所以此次3关出战的任务便落到了宁瑶他们的小团体上。而此次从中土神州前来历练的年轻天才们也极为嚣张，他们进入剑气长城后不但没退避，还主动向剑气长城年轻1倍约战，更是放出豪言来他们会分别以练气势7、8、9、3进过3关，要是输了一场就算他们输。此次从中土而来的历练的年轻修士，其中剑修总计5人，5人又以天赋最高的一个名叫林君璧的为首。这林君璧乃是浩然天下第6大王朝少元王朝博士的亲传弟子，他不仅天赋高，还很聪明睿智，并且林君璧对从未谋面文圣一脉小师弟的陈平安还心怀些许不满，只因为林君璧的师父少元王朝博士与文圣积怨颇深。不过这少元王朝博士早年其实还是文圣的小迷弟，只是后来随着3、4之争文圣落败，文圣一脉被文庙除名，这位国师便发现辱骂文圣能受到追捧，于是从此国师便开始亲近亚圣一脉，无下限针对文圣，甚至早年浩然天下要禁绝文圣书籍一事，少元王朝便是最早也是最为不遗余力的中土王朝。而儒家门生最讲究天地君亲师，修行路上往往师承最亲近，早期会相伴最久，影响最深。林君璧正是在师父的影响下对文圣一脉心生不满，于是来到剑气长城的林君璧得知陈平安也在剑气长城后，林君璧就授意其他人去往陈平安的酒铺搞事情，顺便摸摸陈平安的底子。陈平安酒铺卖有一种青竹酒，青竹酒在浩然天下的竹海洞天极负盛名，他们便以此来挑起事端。陈平安也知道对方的来意，因此面对他们的故意找茬，陈平安还是勉强能够忍受。对此挑事之人眼见无效，便直接开大嘲讽陈平安。文圣一脉不忍又能如何？找陈平安的茬，陈平安还能忍受，可是要有人找文圣一脉的茬，陈平安当然是不能忍受的。于是在对方说完的一瞬间，陈平安直接抱起将对方给胖揍了一顿。在打跑了对方后，从酒铺回到宁府的陈平安正式开始炼化第4件本命物，也就是五行之金。其实金属性本命物陈平安本早已成功炼化过金色文胆，可惜在书简湖金色文胆已经被陈平安自碎了，所以现在对陈平安来说已经是第2次炼化金属性本命物。此次陈平安炼化的金属性本命物乃是一张金色材质的佛经，也是当初在孙怀中师弟的秘境中所得。而对于陈平安炼化金属性本命物，宁瑶却是感知到了陈平安有些难过，毕竟当初陈平安炼化的金色文胆可是孕育出了一个如山小人，这位如山小人在陈平安自碎文胆之后也随之消散了，所以陈平安心中一直都有些愧疚。可陈平安不知道的是，金色文胆的如山小人并没有彻底消散天地间，陈平安即将会再次与他相见。同时来自中土神州的年轻天才们又能否轻易胜出呢？